Hello， 大家好。加拿大央行今天再次加息25个基点，这完全在意料之中。现在基准利率已经上升至 5%， 央行还宣布继续实施量化紧缩政策。市场预计加拿大央行在9月份再次加息的可能性约为 75%。为什么暂停了几个月之后，央行连续2个月加息？现在央行如何看待通胀问题？这次加息对房产市场会有什么影响？未来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加息？这个视频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加息之后，基准利率高达 5%， 最优惠利率也上升至 7.2%。上一次达到如此高的利率还是在2001年3月份。加息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全国房地产市场都会全面降温，房价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房屋销量将会迅速大幅下降。因为加息后抵押贷款更加难以负担，有资格贷款买房的人也会相应减少。现在抵押贷款压力测试的合格利率都已经超过了 9%， 浮动利率抵押贷款以及房屋净值信贷贷款人的借贷成本进一步提高。固定利率借款人会面临更大的续约压力，浮动利率借款人每10万加元的抵押贷款，每月利息成本就会上升约265加元。根据信用机构艾可菲的数据，加拿大平均抵押贷款规模约为31万2000加元，这样一来，平均每月利息就会上涨827加元。加拿大抵押贷款专业人士协会总裁劳伦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最新的加息很可能成为压垮很多借款人的最后一根稻草。金融邮报今天的一篇文章更是声称，加拿大央行制造了一颗滴答作响的抵押贷款定时炸弹，这将对年轻人造成最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这个说法极不靠谱啊！说是定时炸弹，我不反对。恐怕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已经被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拒之门外了吧？现在房产市场投资的主力军恐怕不是年轻人。关于通胀方面，央行的报告说，随着能源和商品价格下降，全球通胀正在缓解。然而，强劲的需求和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造成服务业持续的通胀压力。经济增长强于预期，尤其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支出表现出惊人的弹性。在经历了2023年初的飙升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也正在放缓，出口放缓，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欧元区的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滞。在服务业继续增长的同时，制造业却在收缩。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北美和欧洲的债券收益率上升。主要央行都暗示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才能对抗通胀。加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加拿大经济比预期的要强劲，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低于美联储大约50个基点，而且美联储7月份大概率还会继续加息，所以加拿大央行需要迅速赶上。加拿大央行说，1季度消费增长惊人的强劲，达到 5.8%。尽管央行预计消费者支出将因利率上涨而放缓，但是最近的零售贸易和其他数据显示，经济中需求过剩的情况将会更加持久。此外，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升温，供应滞后于需求，这给房价增加了压力。虽然劳动力市场有更多的工人可用，但是条件仍然紧张，工资增长一直在 4% 至 5% 左右。史无前例的移民增长在帮助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同时，也提振了消费支出，并增加了住房需求。5月份加拿大的通胀率降至 3.4%， 与去年夏天的 8.1% 的峰值相比，这是一个可观的下降。5月份的通胀率下降，主要的原因是基准年效应的影响，也就是去年同期的通胀率实在是太高了。通胀相对符合预期，但是下行的势头更多的来自能源价格下跌，而不是潜在的通胀缓解。近期通胀下行的势头将会减弱。此外，3个月的核心通胀率一直在 3.5% 至 4% 之间徘徊，潜在的价格压力比预期的更加持久。央行的商业调查也发现，企业的提价频率仍高于正常水平，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判断。央行预计明年的通胀率将会在 3% 左右徘徊，然后在2025年中期逐渐下降到 2%。现在加拿大央行仍然很担心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可能会停滞。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度需求和核心通胀上升的情况将更加持久。因此呢，他们决定今天把基准利率提高至 5%。从今天的公告可以看出来，加拿大央行仍然坚定地致力于恢复 2% 的通胀目标。MNP 的一份报告说，
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因为利率上升和成本上升，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距离月底无法支付所有账单只差200加元或者是更少。持这种看法的加拿大人比例约为52%，比4月份上升了6个百分点。3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付账单和债务，高于4月份的30%，创下该调查的历史新高。48%的受访者对他们目前的债务水平感到担忧。6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正在感受到利率的影响。66%的受访者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他们担心自己偿还债务的能力。大约3%的受访者预计，如果利率进一步上升，他们就会陷入财务困境。这个视频的最后，我想说一点，千万不要指望这次加息之后房价就会迅速暴跌。一方面是因为很多高杠杆投资者仍抱有央行很快就会降息的幻想，主要是因为每次加息之后都有人出来带节奏，说这是最后一次加息，每次都是最后一次，他们一直骗到现在还有人相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房产投资者明明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而且这个错误坚持时间越久，他们的损失就会越大，但是他们还乐于坚持这个错误，这是为什么？经济学的沉没成本理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坚持一个错误的决策。沉没成本是指已经发生并且无法恢复的成本，无论他们的决策是否继续，这些成本都无法被追回。人们往往会考虑这些已经投入的成本，并且在做决策的时候给予他们过多的重视。比如房产投资者购买一处房产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随后即使他们发现市场状况不利，房价下跌，他们也会继续持有房产，尽管他们能够认识到继续持有房产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但是由于他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比如买房和装修的费用、交易和抵押贷款成本等等，考虑到投入的大量成本，他们往往会选择继续坚持，直到市场反弹的那一天。所以大部分人都不甘心半途而废，他们还会继续咬牙坚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抛售。而加拿大央行在加息方面呢，一直是钝刀子割肉，慢慢来，所以这波房产市场调整只能是一个长线的调整，这也是我一直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抄底的主要原因。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谢谢观看，再见。